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星际军刀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视频。那么这一期视频呢，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国产 KO 版的 MMC 的这一款巨狰狞部队巨重合体兵 Pride King 冲云霄。好的，那么眼前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巨狰狞小队他们所有成员人形态的一个展示了啊。那么有眼神好的朋友已经看出来了，不对呀，我们的冲云霄不是5位成员吗？那么这怎么有6位呢？是的，没错啊。那么这一套 KO 的冲云霄呢，它呢确实是有6位成员。那么具体它到底多了哪一位呢？屏幕前的兄弟们啊，可以先观察一波，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揭晓答案。好的，那么我们挨个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是咱们的队长巨狰狞参谋利爪，可以看到啊，这款利爪它的一个人形态身形比例呢，比较的抽象啊，主要呢就是在于它胸口的这个狮子头啊，非常的巨大。从侧面来看啊，整个躯干厚度呢是非常的厚的，背面呢就如同这般。整体的涂装呢就是 KO 的一贯水准啊，比较朦胧的那种涂装。它的一个可动性，首先头雕呢是一个球关啊，平转、抬头、低头左右的侧头都是 OK 的，肩膀部分啊是一个齿轮关节，可以进行一个180度的平转，侧身啊是可以达到90度的一个侧身的，手肘部分啊是一个双动关节，可以实现一个180度的曲肘，360的平转啊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腰部呢是一个齿轮关节，可以进行一个360的转腰，非常非常的紧啊，哎呀，我去，真紧啊这个。大腿根部前踢也是非常标准的90度，后踢啊也是90度，侧踢依旧啊是标准的90度。那么膝关节屈膝啊依旧是非常标准的90度，平转360没有任何问题。脚板部分啊能够进行一个踮脚，左右的接力肯定是没有的了。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吧首先呢也是先将它的这个拳头呢给它翻回去，这个瘦腿呢给它翻出来。我们将它这个狮子头呢往上进行一个翻折，翻折到正面，然后将它这个前腿呢给它翻转下来。好，后腿部分啊，我们将它的这个脚尖呢给它往内缩，脚尖往内缩，整个大腿呢缩进这个小腿里面，好，随后我们将它的这个后腿呢给它翻出来。它的一个尾巴呢，就是它合体之后的一个大剑的剑柄的部分啊，可以将它卡到狮子这个屁股中间，那么这样子就变成了它兽形态的一个尾巴了。好的，那么我们的利爪它的一个兽形态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是这么一只看上去非常具有张力的这么一个霸气的狮子啊。只不过呢它的这个脑袋刻画的呢，反而并不像是个狮子啊，感觉更像是一个狼的脑袋啊。从侧面来看它整体的一个身形呢是比较的修长的，狮子形态的可动性呢这个头部可以进行抬头和低头，那么下颚呢是可以张开和闭合的，两门炮也可以上下的进行一个调整，前腿这个旋转，包括这个侧踢，这个后踢也是可以的，那么脚尖部分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翻折，那么后腿的可动性就比较的一般了，可以进行一个360的旋转。好的，那么利爪它的一个狮子形态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好，然后呢是咱们的猛虎它呢是巨狰狞部队的炮兵，它整体的一个人形呢就是这么一个红彤彤的感觉了整体的一个身材比例非常的纤细从侧面来看这个感觉呢还是可以的。背面呢这个螺丝孔位非常的明显，那么单体呢倒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背包可动性的话，首先头雕依旧是一个球形关节，360旋转抬头、低头侧头的话呢就不可以了。那么手臂部分360旋转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侧身90度侧身，曲肘也是将近180度的一个曲肘，手肘的平转360没有任何问题，手腕可以往前往后进行一个弯折，腰部可以进行一个360的弯腰，同时呢它呢还可以往后进行一段的一个弯腰，这个呢是它合体之后可动的一个需要。大腿根部前踢90度前踢，后踢也是标准90度，侧踢依旧是标准的90度，360的平转没有任何问题，屈膝标准90度的屈膝，脚板部分呢是一个球形关节可以进行一个接地，只不过呢它们这个脚板的连接方式都是通过这种一个连杆进行一个连接的这个非常的脆弱。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吧。首先也是一样，将它的一个胸口的一个狮子头呢给它往上翻折，然后将它这个腿部呢我们给它这样子翻折下来。
好，然后手头呢进行一个旋转，我们将它这个脚部呢进行一个翻折。另外一边也是一样进行一个翻折，将它后方那个盖板呢给它翻开，让它整个大腿呢进行一个180度的翻折，收纳进小腿里面，再盖上。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先给它翻开，然后大腿翻折，收纳到小腿里，好，盖上。好的，我们掀开它的这个盖板，将它内部收纳的这个兽形态下的这个后腿我们给它翻折出来。另外一边也是一样这个后腿呢给它翻出来，然后呢将它整个下半身呢进行一个180度的旋转，往上呢进行一段的弯折，将它这个腿部呢我们给它调到一个正常的位置。好，然后呢不要忘记将它的尾巴给翻折出来哦。我们的猛虎它的一个兽形态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猛虎的它的一个兽形态相比较于利爪呢，个人感觉是更加的要还原一些从侧面来看依旧这种身形的走势呢，也是更加还原动物的一个感觉。那么可动性方面跟利爪呢是基本上差不多的，我们在这里呢就不过多的赘述了。好，然后呢是我们的野牛，它呢是巨狰狞部队的补给兵。那么这一款它人形态的这个身形呢也是给人一种非常壮硕的感觉从侧面来看就是这么一个造型，背面的造型就是这样子的。野牛的这个牛头的造型设计的还是非常有意思将它牛形态下的这两个牛角往上进行一个旋转，就变成它人形态下的两个角了。它的一个胸部呢还有类似于这么一个甲胄般的刻画。可动性方面依旧是头雕一个球形关节，手臂旋转，侧身曲肘平转包括手腕的一个内收都是可以的。腰部呢是能够进行一个360的旋转，那么它呢是没有弯腰的一个关节的大腿根部前踢标准90度，后踢包括侧踢都是非常标准的90度。膝关节能够进行一个90度的屈膝。那么脚踝部分也就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连杆的球关节，可以进行一个接地。那么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形。首先我们需要先将它人形态下这个面部呢给它翻进去接着呢我们将它这个手腕呢往内进行一个翻折，整个手臂进行一个曲肘，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翻折，然后曲肘。好，接着将它这个牛腿我们给它翻下来与这个卡扣呢进行一个结合，整个腿呢给它进行一个90度的翻折。另外一边也是一样这个牛腿呢放下来，然后整个进行一个90度的旋转。我们将它一个牛头呢先进行一个90度的旋转，然后将它这个牛角往上进行一个翻折。这个脚板呢我们需要给它进行一个翻转，然后给它放到后面。当然了它正规的一个收纳方式呢实际上是需要这个样子，这样子给它这样子收纳到它的一个小腿的后方但是呢这样子的话呢，由于需要它塑料的一个韧性那么个人呢还是非常不建议大家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变形的我们也是一样，先将它的一个下半身呢进行一个360的旋转，然后呢后边那个盖板掀开，将它整个大腿呢进行一个收纳，卡合上。那么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先把这个牛腿呢给它旋转，腾出空间来将这个盖板掀开，将它这个大腿呢进行一个翻折，给它卡住。好的，再将它这个牛腿呢翻转下来，给它打开卡住。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给它翻出来。好的然后呢给它卡住。好的，那么我们的野牛它的一个兽形态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不得不说这个造型呢个人感觉呢还是非常的生动的，整体的还原度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的棒。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拿出它合体之后的一个大脚板可以给它卡到这个牛形态的这个背后，那么两个卡槽上。好的，然后呢是咱们巨狰狞空中攻击兵大鹏。这一款大鹏它的一个身材比例呢原本呢是这套所有成员当中最正常的一个最漂亮的一个的但是呢可以看到它呢没有脚了。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它的脚呢已经断掉了没错，它的脚板正是从这个球形连接杆处断掉的非常的可惜好
好在没有这个脚板啊，我们这个大鹏呢，也是能够进行一个正常的站立的。从侧面来看啊，它呢也是有一个巨大的背包。转到背面，我们大鹏它的一个翼展呢还是非常的宽的，可动性方面啊，跟其他的成员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在这里我们就不过多的介绍了。接着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吧。首先呢，我们先让它这个鸟头呢给它翻出来，然后呢将它人形态那个面部呢一样也是给它翻折进去。我们将它下半身进行一个旋转，将它后边的这个盖板呢掀开，也是一样进行一个翻折收纳。然后将它兽形态一个爪子呢给它翻出来。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给它这个盖板掀开，翻折收纳。好，然后爪子翻出来，再将它的收进去。手臂呢进行一个弯折。那么我们的大鹏它的这么一个鹰的一个形态吧就算是变形完成了。确实这个造型非常的抽象那么也是简单旋转看一下这个造型呢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脑补的反正这就是这么一个鹰然后呢是咱们巨狰营部队的地上攻击兵铁头。铁头它跟咱们的这个野牛呢是同模的只不过是在细节造型上呢进行了一些个改动，其他的包括可动性以及变形方面呢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直接就快进吧。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铁头它的一个野兽形态啦，是这么一只犀牛。那么它跟咱们的野牛来对比一下一只是公牛，一只是犀牛同样的呢，它呢也是可以将另外一只合体后的这个大脚板呢给它卡到这个背上的。数着没有？第6个了。没错。那么这个呢就是多出来的那神秘的第6位成员那么他呢就是混入我们冲霄部队的一个敌方的特务黄豹。当然这也是纯属瞎掰的可以看到，那么它的一个造型呢，很明显跟咱们的这个猛虎呢是同模的只不过呢是将它的一个伪装形态换成了这么一个黄色的一个老虎或者说豹子的这么一个造型。既然它呢是只黄色的老虎那么为了与之区分我们就管它叫黄飞虎。那么它的变形呢也是跟猛虎是如出一辙的那么我们这里呢也是直接快进了。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这神秘的第6位成员我们的黄虎当然你也可以管它叫黄豹那么它的一个野兽形态了。我个人感觉它的这个造型呢比起猛虎感觉呢来的要更加的好看一些好的，那么眼前看到的就是这6只可爱的小动物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一个大合体，巨狰营部队快合体，合体成为冲云霄。人が涙を流すならデストロンは血を流す宇宙の地図を塗りつぶせ俺たちの野心の色に全てをファイファイファイ負け犬などいらない人の心が炎ならデストロンの血は氷何億光年離れても追い詰める狙った敵は
涙を流すならデストロンは血を流す宇宙の地図を塗りつぶせ俺たちの野心の色に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冲云霄它的一个合体形态了。那么它整体的一个造型啊，个人感觉除了官方啊钢铁机神的那一款冲云霄之外啊，那么这一款它的一个造型呢，个人感觉还是相当的霸气的啊。尤其是由这4位成员合体而成的这个四肢啊，非常的粗壮，使得它啊整体呢就有一种非常强的力量感。细节方面啊，首先这个头部呢，相较于剧中的一个造型呢，很明显是有改模的。可以看到啊，这一款这个冲云霄呢，合体之后呢，还是这么一个独眼的一个魔改的造型。口罩部分啊，相比较于G1的造型呢，也是改得更加的犀利了。那么个人来讲啊，对于冲云霄这个头部啊，这个要求呢并不高啊，只要它不照着地带中的样子做就可以了。哎，胸部呢就是咱们力找它的一个狮子头的一个造型了。当然，冲云霄它4支成员合体的一个位置啊，都是可以进行一个互换的。这里演示的呢是它通常的一个合体模式。那从侧面来看，整体的身形呢依旧是非常的壮硕啊。从背面来看，哎，整体的一个造型呢，个人感觉也还是 OK 的啊。它合体之后的可动性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头雕啊是一个球形关节，可以抬头、低头啊，360的旋转都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左右的侧头也是可以的。手臂部分。侧身哎是一段齿轮关节啊，这个侧身范围呢啊只有这么大啊。我们将它的翅膀往后翻折啊，这样子手臂呢就可以进行一个360的旋转了。手肘的部分呢啊是双段的关节啊，可以实现一个不到90度的曲肘平转啊，360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手腕部分360平转也是 OK， 大拇指根部呢是一个球关，4指呢是连带一起的可动。那么它有没有腰转呢？啊，当然是有的了。它的一个腰部呢啊是一个齿轮关节啊，非常的紧实，可以实现一个360的旋转啊，非常的紧，那么它下半身的一个可动呢，首先大腿根部前踢会受到它前裙甲的一个阻碍，我们将它这个前裙甲这个部件呢给它拆下来的话，它的一个前踢呢就可以实现一个标准的90度前踢了。后踢的话呢啊，依旧也是标准90度的后踢。侧踢也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标准的90度侧踢的。大腿360平转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膝关节部分啊是一个合体的连接关节啊，它呢是可以实现一个略微超过90度的一个屈膝的。脚踝部分呢啊是一个巨大的球关啊，有非常充足的接地范围。那么脚尖部分呢是可以进行一个踮脚的。那么它整体可动性呢，虽然说没有官方啊钢铁机神的那么的强悍啊，但是呢个人感觉呢也还够用了。然后呢就是它的武器方面了啊，首先呢是它的一个近战兵器，就是由它啊这6位成员的武器组合而成的这把大剑。可以看到这把剑整体尺寸呢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啊，跟它的这个主体呢是一样的高度，也是可以通过啊剑柄上的这个凹槽呢安插到啊我们冲云霄它的一个手掌上。然后呢啊就是由它啊所有武器组合而成的这么一把大枪了，也是可以将它安插到啊我们这个冲云霄的手臂上。那么这2把武器都握持上之后啊，我们的冲云霄呢显得也是更加的具有气势了。那么因为这套冲云霄它呢是有6位成员的啊，那么这6位成员呢是可以全部都参与到合体进来的，来组成这么一个6合体。那么我们就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大鹏呢啊就不用进行拆分了啊，直接变成这么一个形态，然后通过它胸口的这个凸起呢卡到我们冲云霄它主体啊背后的这么一个凹洞中，直接啊整个变成这么一个背包。然后啊，拿出我们的这个追加成员啊，我们的黄虎，把它变成这么另外一条手臂啊，然后呢，给它与这个冲云霄的这个本体呢进行一个结合。
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这套冲云霄它的一个六合体的状态了。六合体啊，六神合体的冲云霄。那么在它的这个六合体的状态下啊，虽然说造型呢相较于它的一个五合体模式啊，区别并不是很大啊，但它整体的一个分量确实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啊，也就导致它合体之后呢比较容易往后仰啊。那么尺寸方面啊，我们就拿出 KO 版的这一套合体战争的守护神来对比一下。可以看到他们两者的一个高度呢几乎是一样的啊，到头顶的一个高度呢都是28公分左右。好的，那么最后简单说一下这款玩具它的一个把玩体验吧。那么首先呢毕竟是国产 KO 版的，它的一个材质呢是非常的脆的，再加上它的一些个变形设计并不合理就比如说它单体成员的这个脚板采用这种连接杆式的一个设计非常的危险，这就使得在把玩的过程中要非常的小心。那么整体这个把玩一遍之后就一个字儿疼啊。虽然说它这个造型并没有魔改的非常的犀利但是部分零件呢还是比较尖锐的，再加上这一款它整体关节的一个紧实度还是非常紧的那么实话实说的讲变完这一通呢都硌得我手指头现在还火辣辣的疼啊。那么这一套它的一个优点呢，其实也还是不少的虽然说它这个魔改的造型这个还原度方面呢确实是并不高但是呢整体一个造型呢还是非常帅气的。这一套呢相比较于它的原版也就是 MMC 的那一版呢是有阉割简化的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现在貌似半张多不到1张的价格呢就能够收到这一整套也就是这6位成员的一个合体了。个人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相当不错的。好了，那么这一期呢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一套国产 KO 版的 MMC 的这一套冲云霄了。好的，那么视频到这里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